名古屋第7集。这一次呢，要带大家到青州城、名古屋城，还有超推荐的 Toyota 产业技术纪念馆。交通路线跟详细的景点介绍都在这一支影片里面啦。第一站我们要去青州城，我们从荣车站出发，先搭地下铁到名古屋车站，接着再去转搭名铁前往新青州站，直接刷交通卡进站就可以了。走1号月台，到新青州站之后，跟着指标往青州城的方向走。这边走到青州城还要走个20分钟左右，距离稍微比较远一点。走上这个阶梯，再右转，走过这一座桥，前面就是青州城啦。在日本战国时期是日式城楼的黄金时代，其中青州城就是当时的代表作。建筑有外内中3重防护，是非常重要的战略防御城楼。里面有小茶室跟休息区，现在的话是一座博物馆，还可以试穿武士盔甲。在青州城旁边就有一间纪念品商店，里面有占领青州城的织田信长的相关商品。还有提灯、杯垫跟纸雕模型等等，金属的挂坠、项链、其他小吊饰，也有 Q 版设计的卡通图案。在青州城的对面，走下楼梯有一个青州城公园，这边的大地震纪念碑纪念的是1891年的农尾地震。接下来走回新青州站之后，搭名铁来到荣升站。这边走路大约5分钟左右，就会抵达下一站丰田产业技术纪念馆。这里就是入口了，我们走进去。主要有分成纤维机械馆跟自动车馆，待会都会带大家逛一次。从自动门进来，就要先去买门票。门票的话，成人是1000日币，也有其他设施的套票可以选择。这里有自动售票机，可以切成繁体中文。用售票机的话，就只能用现金支付。这样就拿到票了。接着要拿门票到柜台选择科技乐园的入场时间。只有在这个时段可以进去科技乐园，其他的展区都还是可以自由参观的。这区进去就是科技乐园。可以从游戏中学习纤维机械和汽车的原理以及构造，适合亲子一起来玩。这里有展出蒸汽机关，旁边也有 QR code 可以扫描，就可以看到蒸汽机关是如何运作的影片。走到场馆的大厅，正中间有一个环状织机，这边有几个它实际运作的表演时间，或一样可以扫描观看影片。Toyota 产业技术纪念馆的模型，可以看到整个园区蛮大的。接着就要正式来到纤维机械馆，门票都要保管好哦，当天都可以无限次进出。一进来就有影片在介绍发展历史。Toyota 就是从一间自动织布工厂发源的，里面展示了很多纺织加工的机器。用水车当作动力的纺织机，有些展品会安排人员跟游客进行解说，也有让游客动手体验的装置。服务人员也会现场示范，可以更了解把棉花变成棉线的过程。手动的纺车看起来历史很悠久。后来就发明了自动的纺织机，这一台丰田式气力织机被认证为机械遗产。日式传统的织物有很多不同的花纹，不同植物做成的线跟棉花都非常不一样，还有用天然纤维合成的线。日本使用的原棉都是用机器紧密压缩，变成一个一个棉包，从世界各地进口而来。这边展出的是纺锤跟纺车，
还有各式各样的纺织设备，更加先进的精纺机、混纺棉工程，根据供应的原棉不同，制成要用7到10种机器。这个单打棉机是流程最后的机器，用来开松、打棉、除层，最后整理成包棉。拉条机是用来整理纤维的机器，可以让织围厚度更均匀。出纺机则是用来初步把棉条拉成棉线的机器。这个是箭杆织布机，主要是用在制作服装的布料。丰田喷射织布机不仅比较节能，还可以高速制作像是毛巾啊、浴垫等等的织品。片梭织布机用枪弹形状代替梭子，重量只有原来的1/10，所以更节能。按下按钮就可以看到机器运作的方式。这台也是喷射织布机，可以织出不同图案。纺织实际应用做出的各种产品，包括了服饰啊、冲浪板，还有生活用品。再来到自动车馆，这边就是展出一些汽车零件工具，用来制作汽车的工具种类超级多。墙上呢是密密麻麻的历史沿革，就留给你们到现场再慢慢细看。会演奏乐器的机器人们也是展示未来科技。当初呢是由丰田创办人的长子丰田喜一郎提出制造汽车的计划，丰田才会从纺织厂变成汽车制造商。这边是一些一开始研发引擎时的工具。金属显微镜用来观察跟拍摄样品。接着来到实际制作引擎的部分，这些看起来简单的零件，在当时都花了很大的心力才制作出来。再来就是研究跟实作车身。在1935年的时候，成功研发出 Toyota 的第一辆 A1 型乘用车。这边开始就有展出不同的车款，也能透视汽车内部的运作方式。轮胎运行的动态演示，展出了精密的内部结构。每一部车都代表了丰田在不同年代的目标。从1960年开始，要达到国际化标准。1970年着重在安全跟环保的问题在改善。1980年代则是在研发不同的车款。1990年以后，把电子科技加入安全、环保的汽车开发。包括有汽车安全气囊的研究，还有更环保的引擎。喜欢影片记得订阅、按赞、分享，也欢迎加入我们的社群，一起分享、交流旅游资讯。这个就是 Toyota 的第一款乘用量产车 ，Toyota 剧场领导者们2，讲的是日本车崛起的热血故事。这一台就是剧中出现的货车。这边展出的都是 Toyota 具有时代意义的车款，包括第一代豪华轿车、跑车等等。如果你是汽车迷，千万别错过这个地方。后面有驾驶的体验区，可以亲自体验一下操纵方向盘的感觉。已经停产的初代 TNGA。还有最新的 Toyota GR Yaris。
前面可以排队制作小纪念品，双手一起按下按钮，就会出现小汽车模型的2个零件。自己把底盘跟车体对准卡榫组装好，再挑选一个挂绳就完成了。还有很多汽车组装的动态展示可以欣赏，真的超级酷。冲压加工是汽车生产4大工艺之一。这边展示的是熟练的工匠正在涂装汽车，要把曲面的车壳涂上均匀的涂层，是很困难的。墙上有一个一个分开的汽车零件，这是自动组装的焊接机，透过焊接把汽车组装成型，就可以看到车子的样子慢慢出现了。组装好的汽车继续往前，再进行一些细节的加工。机器涂装的动态展示，这里也可以看到手涂跟自动涂装的差异，还有涂装颜色的进化。旁边有影片区，会播放汽车加工生产的相关影片。最后就要来到纪念品店，超多模型小汽车。还有很多不同图案的联名款，汽车亚克力钥匙圈、贴纸等等，也有这边才买得到的汽车模型。到这边逛完以后，走回荣升车站。这边我们搭回民铁到金山站，再转地下铁到名古屋城站，走7号出口出去。出来之后，这边就是名古屋城公园。往这条路走，有一些餐厅。第一间是日本料理，有卖咖喱、炸虾跟宽面等等。隔壁这家是日式炒面。这边有甜点、汉堡跟饭面。旁边有豚骨拉面。这里也可以吃到金箔冰淇淋跟手语鲜。还有卖了一些美式料理的咖啡厅。这边我点了一个比较清爽的沙拉来吃，吃饱就继续往前，朝名古屋城的方向走。到这边要先来排队买票，成人1张票是500日币，中学生以下是免费。门口也会有不同语言的简介可以拿取。进来之后发现刚好遇到有市集，这个是名古屋最大规模的市集 Social Castle Market， 大概每个月份都会有，但是举办的位置都会不太一样。像是也会在绿洲21举办，就会叫做 Social Tower Market。如果你有兴趣想逛，也可以先参考他们官网的日期资讯。我会把网址放在底下资讯栏。旁边有名古屋城的纪念品店，大部分是以名古屋城象征的金虎为主题的商品，有吊饰啊、模型跟手帕、杯子等等，还有五平饼、团子跟冰淇淋的店家。这个市集是在名古屋城里面的，所以要买票之后才能进来逛。里面有超过100家的摊贩，都分散在园区里面。不管是生活用品啊、服饰配件，还是小吃、玩具等等，各式各样的商品种类应有尽有。有流行服饰、古着、卖饰品的摊贩也很多。来到另一个广场，一样有很多摊贩。丰富的小吃跟饮品，这边有土锅炊跟饭团，名古屋的名物鸡蛋三明治，还有它的周边商品。其中一摊有卖漂浮咖啡，杯身的图案很可爱，咖啡也很不错，各种口味的可丽饼，夏威夷餐点，当地的炸鸡专卖店也有来摆摊。料超多、超厚的三明治，自制的冰淇淋跟饮品，还有一摊是卖台湾的大鸡排，
这家有手切薯条跟素食甜点，店家手作饰品有戒指啊、耳环跟项链等等，也有很可爱的小盆栽可以选购，调酒跟三明治。旁边有麻婆豆腐等等的小吃，牛奶冰淇淋。接下来我们要前往本丸御殿。本丸御殿位在名古屋城的正中心，是以前城楼大臣将军的生活区。因为有控管入场人数，所以这里要先排队等待入场。进去要脱鞋子，可以寄放在置物柜里面。本丸御殿里有很多华丽的装饰，在1945年的时候，曾经因为空袭被毁了。但还好，很多珍贵的艺术品都有先撤离收藏起来。宫殿的部分也经过重建，恢复完整的样子。每一间房间的墙壁上都有非常精致细腻的绘画，还有很金光闪闪的装饰，看起来就非常华丽大气。任何一处细节都充满了装饰。眉之间是地方藩士等候接待将军的房间。前面这个就是名古屋城，你可以看到屋顶上最具代表性的金虎，它是一种神话传说中的神兽，建筑物的保护神。在旁边有纪念品商店可以逛，有地区限定的吉伊卡哇，各式各样的纪念吊饰，很壮的招财猫摆饰，名古屋城相关的纪念商品。这个天守阁因为耐震性问题关闭整修中，预计要到2032年才会开放进去参观。旁边也有几个市集的摆摊，有很多文创小物的商品，还有美食餐车，超多种类的饮品跟饭团口味。在中间广场也有座位可以坐着休息，享用美食，还有驻唱表演。很多的古着、二手衣摊贩可以挖宝，不同绑带设计的包包，品牌的设计服饰，小吃、饮料，日系风格服饰，真的是一个超级好逛的市集。这一集的介绍就到这边。下一集我们要带大家来到乐高乐园，还有池福铁道馆的介绍。记得订阅，开启小铃铛，才不会错过新影片。